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我从小吃到大都吃不腻的，也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香葱肉松面包卷，也总结了一些做面包卷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。在家里条件有限、设备有限的情况下，怎样做出又好吃又松软又不开裂的面包卷？首先来和面是500克的高筋面粉加入5克的酵母粉，30克的奶粉，先简单的搅拌一下。简单搅拌之后，再加入80克的白砂糖，260克的牛奶，打入1个鸡蛋，大约60克。之后就先把材料揉成一个粗糙的面团。那揉成粗糙的面团之后，最后再加入40克的黄油，2克的盐，继续的把面团揉光滑。如果家里有和面机的话，做起来会更方便。手揉面团加入黄油之后会有点粘手，像视频里这样揉上几分钟之后就好了。还有就是刚才用到的材料，像牛奶、鸡蛋这种液体的要用凉的，因为在揉面的时候会产生热量，很容易导致面团还没有揉好就已经发起来了。所以液体的材料，尤其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凉的。那像视频里这样反复的稍微用点力气，把面团揉到比较光滑的时候，再用揉拉摔的方法，就像做拉面一样继续来揉。那怎样去判断揉没揉好呢？就是揉到能轻松的拉长还不断就算好了。差不多现在已经能拉出粗模了，做大部分的面包已经完全够用了。揉到这种状态也是做好这款面包不开裂的重点。如果能继续的再揉上几分钟，手模还能变得更细，做出来的面包还能更好，但是难度会越来越大，还比较费力气。咱们在家里并不是专业的，能揉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可以了，大概20分钟以内就能揉好。之前也单独分享过一期很详细的如何手揉面团来做面包的视频，需要的朋友也可以进入我的主页去看一下。那面团揉好之后，在案板上抹点油防粘，盖起来进行第一次醒发。今天做的是面包卷，大概醒发到5分就行，就是体积膨胀50%左右。面团醒发好后也不需要再揉了，直接取来烤盘，烤盘里刷上点油防粘。烤盘的大小是长45厘米、宽30厘米的，只要是和这个差不多大小的都行。面团放进去，直接擀平。那擀平之后先用滚针扎一些出气孔，或者是用牙签都行，然后再醒发一次。醒发之前喷上一点水雾，给面团保湿，然后放入烤箱。烤箱有加湿醒发功能的会更方便，如果没有，可以放一盘热水增加湿度。那趁着醒发的时间，可以切一些葱花，要用小香葱，再切一些火腿丁，分量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准备就行，这一步很简单。那第二次醒发也不需要太长时间，还是5分就行，就是体积膨胀50%左右。取出来之后记得把烤箱的温度先预热上，趁着预热的时间，就在面包的表面刷上一层蛋液，然后把刚才准备的葱花和火腿丁撒在上面。大概是3年前也分享过一期面包卷的做法，那期视频一直很受大家欢迎的，包括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区问问题。3年前我解说的也不是很详细，导致很多朋友做出来的面包卷的时候会开裂，所以这期视频就做得更细致了一些。再总结一下吧，首先就是揉面要到位，最起码得揉到能轻松拉长还不断的状态。其次就是2次的醒发，不要太长时间，都醒发到5分就行。第三就是醒发的时候要给面团做好保湿，家里条件有限，可以喷点水雾，再从烤箱里面放一盘热水增加湿度。那最后再挤上一点沙拉酱就可以送入烤箱了，烤箱记得提前把温度预热好。
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把上火预热到220度，下火20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0到12分钟，不要烤得太老，不然卷起来也容易开裂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，这次和之前不一样，这次是烤箱每小时升，上面的温度降低5度，下面的不变。比如60升的烤箱就是上面210度，下面200度；40升的烤箱就是上面200度，下面200度。再小的烤箱就稍微减少一点时间。那等面包烤好之后拿出来，轻摔几下排排气，然后用一张潮湿的笼布盖上，微微有一点潮湿就行。最后的一个小重点啊，就是不要等面包放凉了再卷，大概有一点温度的时候就可以卷起来了，凉了卷也容易开裂。今天做的这个大小啊，在中间切开，可以做2条面包卷。那别管是做蛋糕卷还是做面包卷，准备一张烘焙用的纸，稍微长一点，垫在下面，把面包的一侧斜着修一下，然后在尾部轻轻的划上几刀，这样更容易卷起来。再抹上一点沙拉酱，或者是果酱，或者是奶油都行，用擀面杖卷起尾部的纸，这样卷的时候能使上力气，受力更均匀。卷起来之后，等个30分钟就定住了。面包卷定型之后切开，两侧抹点沙拉酱，沾点肉松就做好了。虽然在家里设备不是很全，但是用这几种小方法，同样也可以做出非常完美的面包卷。如果是平时还要做别的面包，感觉做出来的面包有点硬，也可以像今天这样，醒发的时候在烤箱里放一盘热水，增加湿度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